年初的觉醒年代造成了不小的反响，其中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电视剧的演绎下也深得观众喜爱。但这位在电视上和蔼可亲的北大校长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他的一生远比电视剧中演绎的复杂和精彩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的本期视频。在电视剧的前几集，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的校长，为了加强师资力量，他去找了陈独秀一众新文化的代表人物。而在电视剧中期，我们看到顽固派代表之一的辜鸿铭，因为被学生嫌弃，加上其他的各种原因，要让他离开北大。而辜鸿铭老先生对新文化的任何人都很不爽，唯独这位北大校长是毕恭毕敬。那蔡元培为何能在新旧两种势力之中来去自如，又为何将双方都放在手里，让他们专心做事呢？让我们来看看蔡元培的传奇。1868年，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山阴县，在17岁时就考取秀才，18岁就开馆教书。秀才赋予的是一种身份，免除差徭，县衙见县令不贵，而且官府不能对拥有秀才身份的人动刑。在电影《九品芝麻官》中的方唐镜也是在被摘取功名后才用的刑。这还没完呢，蔡元培22岁就中了举人，从录取的数量和含金量来看，当时的举人比现在的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还有高不少。在蔡元培25岁时，他考中进士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这是25岁已经进入国家机关参加工作了，这是名副其实的考神。但蔡元培并非简单的做题家，不然他的一生也不会那么精彩。如果他好好的留在翰林院上班的话，过个几十年必然是朝廷重臣。但当时的大清朝已经没有太长时间了，他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，见证了不少大清朝的腐败、国民的落后、军备的松弛。在甲午海战失败后，他清楚地认识到，若是自己再待在这翰林院的话，以后就只能任人宰割了。于是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，支持维新。在1898年离开了翰林院，在老家绍兴的中西学堂担任监督，提倡新文化。蔡元培在重视现代新思路教育的同时，也是一位真正的女权先锋。以前接受旧时思想的他和妻子王昭一直关系不好。当时的他对妻子满脑子都是三从四德三纲五常，认为妻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丈夫。而他的妻子王昭和他的差异很大，渴望自由平等，于是两个人经常的闹矛盾。蔡元培也很难接受自己的妻子。后来在对新思想更加深入的学习后，他对女性女权的定义有了新的认识。在33岁，他写出了《夫妻公约》，重新思考自己和妻子的关系。主要内容就是不用管他叫老爷，不用缠小脚，两个人有事可以平等的商量。不过他的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，他的妻子王昭不幸去世了，他就公开征婚，并且把夫妻公约又加了几条放了上去，如他死后妻子可以改嫁，夫妻不和可以提出离婚，他本人结婚后不娶妾室。这在当时没有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人看来，男的多多少少脑壳有点问题，嫁给他的女的也一定不是什么正常人。1902年，在上海的他和自己曾经的学生黄仲玉女士结婚了。同年，和蒋志友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，并任会长。当时有不少的学生因为反对学校的不公平待遇，被学校罢学。蔡元培便开创了爱国女学、爱国学社等，并找来革命党人来为他们上课。这件事引起了清政府的察觉。在清政府调查他期间，他也四处辗转参加革命教育，同时学习德语，准备赴德留学。1903年，蔡元培为了反抗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，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式警文。此时的蔡元培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搞教育搞学问的文人了，他还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。1904年冬天，他在上海组织成立了光复会，他们的仪式放现在看来还有一丝封建的气息。谁能想到几个搞新文化运动的人，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，在台子上摆着皇帝像，几人在纸上写完名字后，心里念着入会誓词，端起碗喝血酒。光复会的政治纲领是光复汉族，还我山河，以身许国，功成身退。现在看上去真的好拽。他们除了用文字宣传以外，还会使用暗杀和暴动的方式来达成目的。主要活动范围在沪、
浙、苏皖地区，像徐锡麟、邱瑾、陶成章都是光复会成员。1905年同盟会成立，光复会并入到其中。在经历过几次失败的起义行动后，蔡元培深刻地认识到起义这件事又费钱又费人，成功的几率还很低，于是他便把心思放在技术和资金要求都不是很大的暗杀上边。暗杀团团长蔡元培也正式上线了。刚开始，蔡元培是想通过下毒的方式来进行暗杀，于是他就找了一本化学书拼命的研究，热情非常的高涨。毒药做出来以后，他就去找了几只猫来实验毒药的强度，给小猫灌了2滴毒药后，猫就结束了生命。爱猫人士表示谴责。没过2天，他想到虽然毒药好搞，但是下手不方便，总不能把清朝大员抓过来就像小猫一样给他滴几滴都能抓过来，还搞什么暗杀嘛？于是他就转头去研制炸药，和陈独秀2个人在屋子里边搞炸药，2人搞得不亦乐乎。同属光复会的吴越后来就是拿着蔡元培做的炸弹去刺杀清朝的5大臣。吴越本来是个书生，后来感觉书生救不了中国，就弃文从武了。不过吴越刺杀5大臣的行动失败了，炸弹的威力还是有的，就是装置不够严谨。吴越以身殉国，也是凭借着这样敢想敢做的钢铁手腕，在蔡元培接手北大后，才能让新旧2种文化的代表人物能在北大和睦共处。他本人也为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教授抵抗住了很多上边的压力，才能让北大的官2代、富2代好好的上课。他的革命信仰是坚定的，但道路却是一直在改变。在清政府下台后，他曾经支持过北洋军阀，为他们出谋划策。后来他发现自己好像支持错人了，就离开政府去了欧洲学习。回国后，他发现自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正式委员。在1927年，蒋介石在北伐打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发动了412事件，开始清党和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翼。蒋介石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发动这么大的行动，肯定要经过国民政府高层的同意的。根据记载，主持和通过这次决议的人就是蔡元培，但是根据后来的参与者回忆，蔡元培本人并未参加，蒋介石也并未召开会议，蔡元培本人也不支持屠杀，但他支持清党。在412之前，清党是很普遍的事情，就是大规模的开除党籍，不会动刀子。他也没想到蒋介石敢这么搞。此时的他是蒋介石坚定的拥护者，没有一个比起蒋介石要正统的了。后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寒了他的心，他自己都说没见过那么自私的国家领袖，所作所为无一不是自私的。日本人靠不住，我靠谁呀？老蒋，更靠不住，一个写日记的人。正经人谁写日记？是啊，你写日记吗？我不写。你写日记吗？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？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？下贱！在这之后，他又和宋庆龄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，并营救了很多的政治犯。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。那么大家对蔡元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